我和我老公认识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，后来就做一好哥们儿吧。那时候他也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了，心情一下子就从天掉地下的那种感觉，挺失落的。后来一直纠缠嘛，到后来把我女朋友就两人就打起来了，也就因为这事儿，我那女朋友和我分了，我就挺讨厌她的，也不大理。当时一遇到，真的想从我住的这个32层跳下去。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动手术，他一直在旁边照顾，当时特感动，然后就和他就是谈吧，一直谈到现在2年多，然后上半年知道他所谓的重度抑郁症，所谓的自杀啊什么都是编出来的，我现在觉得无法接受这种事情。如果他现在再真的离开我的话，我还会和以前的选择一样。我舍不得最后一次抱紧你。欺骗和威胁能够换来真正的爱情吗？来，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主人公琪琪27岁，来自北京涉市；女主人公彤彤26岁，来自北京传媒业。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哈，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是吧？对。什么样的聚会？就是一个普通的聚会，那时候我有男朋友，就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。那个时候你没有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对。琪琪初次见到他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？那一次见的时候印象非常好，他给我感觉就是特别的独立，很有气质。之后通过朋友打听，他有男朋友，然后后来也就算了。1年以后，我已经和我男朋友分手了。那天和朋友出去玩，又看到他了，我就觉得这男孩真的很不错，人特别好，很会照顾人。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对他很有好感，我们就一直联系。后来就有一次7夕的前晚上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就问，他说女孩喜欢什么样的花呀？我当时心中真的特别的高兴，那时候我特别开心，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不是明天要向我表白了，或者是一种暗示。但结果就是他后来说有一个不错的女孩怎么样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心里真的突然之间就是特别的失落，特别的痛苦，就觉得如果我早向他说我喜欢他，我爱他的话，我想可能那时候站在他身边的那人应该是我。后来看见他和那女孩那么亲密那么好，我真的嫉妒恨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我一定要把他抢过来，他是我的。我觉得那女孩不适合他。于是彤彤就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采访了琪琪的前女友，大家来听听她做了一些什么。来，当初和琪琪分手是因为什么？还不就是因为那女孩剧情，我觉得当时那女孩真的很讨厌，她不但跑到我公司里骚扰我，后来动手打我，就像一泼妇，就这样她还出了维护她，我真的很不理解啊。实际上面彤彤去了琪琪前女友的公司里面去找人家，对吧？动手了吗？那时候我只是想告诉他，我就想告诉他，他是我的，他没有我更适合他。我觉得我对他的爱比他要多很多。我就想告诉那女孩，让她离开他。那个时候我和我女朋友一块在外面吃饭，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能找到的我，然后上来什么也不说，直接就开始吵，拉也拉不住。也就是因为这些事情，我和我女朋友有些争吵，后来就半年多就分了。当时真是不想再联系她了，她的电话我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然后后来我朋友告诉我，说她情绪失常，看过心理医生说是有自杀倾向。我当时就觉得不能因为我个人原因，然后去害了一女孩。后来才一直联系，到我快毕业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找工作也难。又得了阑尾炎，不想让家里知道，外地的，然后都是他照顾着我。当时我是觉得一个女人能这么爱我，让我很感动。那在什么时候发现问题了呢？后来我听到他给他妹妹打电话，说他那些什么自杀倾向啊，什么重度抑郁啊，都是编出来的。我真没有想到你竟然用这种事情骗我。我原本觉得你可能真的是太爱我。然后情绪失常什么，我还专门去找心理专家去问一下应该怎么调节。
后来全部都是假的。所谓的那种重抑郁啊、自杀倾向，是你编的吗？还是确实？他承认了。我问过。我当时我就是害怕他离开我，就是想和他在一起，我不想别的，我就想我不管用任何的方式，我就觉得他是我的，我就要和他在一起，我要站在他的身边。我觉得以后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一定要是我。彤彤，我想知道，在他交女朋友之前，你们俩有开始过吗？那时候我对他不是，他可能没有意识到。我主动和他联系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已经对他有好感了。和他在一起玩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开心，那种感觉就是我从来没有过的。我觉得他是我这一辈子可以依靠的人。好，琪琪在这个短片里面，你们有说过现在相处2年了，对吧？对。你听到他跟他的妹妹打电话之前，你觉得你们俩的情感怎么样？你要说之前其实是一种同情，后来慢慢他特别的关心，让我觉得可能和他走完一生是我想要的。但是我们真是没有想到，他是一种欺骗。换而言之，就是说，如果没有那个电话，你们俩的情感现在还是很稳定的，是吧？对。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。我那时候没有办法，我不想让他忘了我，我当时就给我们的朋友说，我让我朋友故意告诉他的。那你就用这种方式，我就觉得自己像小丑一样，这2年一直被骗着。现在是想分手呢，还是想怎样？不想。我不想。我在工作上勾心斗角无所谓，但是我希望我的家庭是真诚的。你们俩在此之前不是情感都挺好的吗？干嘛要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谎言？因为我真是我当时听到他那说话的语气，就是一种胜利感。我当时听着真太崩溃了。2年多，你这都是假的。我真的我没有想过别的，我那时候我就一直想和你在一起，我没有想故意的去欺骗你，我觉得就是欺骗。我觉得这就是欺骗。我不希望我的家庭，我不希望我家庭里还有欺骗。你能理解？如果我想问一句，你爱我吗？你先爱。如果你现在今天从这台上你要走下去的话，我真的会去死。如果这个男人不爱你了，因为他害怕你失去生命，他还跟你一直走下去，可能你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但是他的心已经不在你这里了，你在乎吗？在乎。如果他就是跟你在一起，心却不在你这里呢？这样的爱你还要吗？我要，我会让他爱上我的。来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听听老师们的分析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怎么看这件事情，穆老师？那个，你看婴儿哭对吧？如果呢你不给他及时的关注，然后那个婴儿就会哭得更响啊。这个哭闹实际上它是求关注的一种表现。我觉得对于女嘉宾来讲呢，她现在的这个说自己抑郁，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婴儿的哭泣啊，她是为了能够求得男孩子的这种关注，求得他的爱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缺陷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你先把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再去进入一个爱情，那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我看2个人爱的都特别的苦，我们必须承认彤彤很爱琪琪，但是有一点，你爱的方法不对。从和他的前女友相会，甚至出手，你就剥夺了他的选择权和解决问题的权利。但我觉得我比那女孩更爱他。动机和行为不是一回事儿，你特别爱他，但是你的行为却伤害了他。如果今天他选择离开，你就会以死相逼，这是一种温柔的控制，让他觉得很窒息。我不知道琪琪是不是这种感想？是。其实你用什么方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他活得没有空间，让他活得没有自我。我觉得如果他和我在一起，我觉得会更幸福。你觉得咱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吗？咱们现在挺好的，为什么你非要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呢？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，在一段早就注定了失败的感情当中，谁先说爱，谁先死。尤其是在像你们这样的一段情侣当中，女方目标明确，占有欲强，手段繁多；男方茫然无措，毫无主见，容易妥协。其实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妥协、权衡和放弃当中
来追求最大化的幸福。男方需要的是一个没招没数的爱情，不尔虞我诈，而女方不注重过程，只注重结果。你口口声声说你爱男方，但没有任何一个爱对方的人会在对方身上耍手段。说的好听叫爱的谎言，善意的谎言；说的难听那就叫耍手段。但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，那是你觉快乐得，你今天在这个场上从头到尾都是我觉得我比那个女孩更爱她，我觉得我们当初是幸福的，我觉得我们还能够在一起。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问一下他，哎，你认为我们当初幸福不幸福？你认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？你认为当初被我们抢来抢去你是什么感受？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何曾这样问过他呢？我加一句啊，其实幸福这个事儿啊，它有可能会出现幻觉，就你觉得你幸福，实际上你只是拥有一种占有的感觉，你觉得很充实，不再有那种不安全感，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幸福。如果你真正能够尊重一个人，不对他欺骗，真正的去爱他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幸福。我认为我和他在一块儿真的很幸福。您眼睛里面、心里面只有自己的时候，那就没有两个人，就没有你们。但我真的，我和他在一起，我就是很幸福。我每天想的全部都是他。如果下一次说我们都很幸福就 OK 了，不是我很幸福。那我想问一句，就是你和我，就是在你没知道这之前，你和我在一起，你感觉幸福吗？你快乐吗？也许只是一种习惯吧。难道只是习惯吗？朋友们也来了哈，我们一起踏浪，旁观者清。是妹妹哈，你的意见是什么？我认为当初他的情绪确实是不稳定，他当初那么跟我说，可能也是怕我们家里人担心。然后我认为在爱情里面，然后女生有一点小手段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他只是想得到他的爱情，他的那爱的人而已。然后他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不想失去你，你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然后也很幸福，没必要因为过去的一点事情，然后就特别的计较。但是我觉得当初你们俩人通话的时候，真的他那种语气并不是是对你的安慰，我觉得根本就是我无法接受的欺骗。我真的很爱你，老公，我会改我不好的脾气，我会把这些全部改掉。我只求你，我求你，就是咱们慢慢的、好好的一块走下去，一直到老。我希望就是你能原谅我这一次，我真的是无心的，我就因为是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太在乎你了。妹妹觉得姐姐这样痛苦吗？虽然痛苦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值得的。只要得到了两个人在一起，尊严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他们俩在一起，幸福就可以了。他幸福就可以了，他的幸福呢？他也会幸福的，以前曾经幸福过，以后也会。琪琪，你相信他爱你吗？我知道他爱我。他跟你在一起，他自己说他是幸福的，你幸福吗？不像他说的那样幸福。第三个问题是你爱他吗？以前吧。难道你现在不爱我吗？不知道。我这么爱你，你就一点感觉没有吗？就是不知道吗？我付出了这么多，难道就是不知道吗？3个字儿吗？你能不要那么但是你非要让我死在这个台上，我死在这儿，你才相信我真的爱你吗？你那么不想失去他，你还在这吓他，弄得他忐忑不安，他不快乐，他害怕，你就高兴了。如果想要再次获得爱情，或者再次拥有他，就请你真诚的爱一次。如果你能够真诚的爱一次的话，我相信他会回到你身边。但你动不动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你说他不吓死啊？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吓死。我就是因为太爱他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别的方式。我相信他原本是爱你的，他会毫不吝惜的说出我爱你。你这会儿用这样的极端手段，他还能说我爱你吗？在他的世界里，好像这个男人已经成了全部了。对，可以把父母丢弃，可以把妹妹放在一边，这不是自私吗？妹妹听了很难受是吧？替姐姐难受是吧？他是有一些行为是不对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为了留住自己的爱，应该是可以理解的，没有必要说的那么严重。还不严重啊？在他的世界当中，连你都没有了。一脉亲情都没有了，还不严重啊？我有什么呀？我就没听到过你说你爱你妹妹。你死的时候，你想到了你妹妹吗？你妹妹支持你，你想了吗？
彤彤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如果因为失去他你就去死，没有丝毫的价值。也许你会觉得他会愧疚，但是终有一天他会从这种你认为的愧疚当中走出来，他要开始他自己新的生活，而你就会像涂老师、于老师和穆老师他们说的那样，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让所有人说全世界你是最自私的。你忘记了，除了爱情之外，我们还有其他的爱。考虑好之后，做一个挽回自己尊严、迈向真的幸福的第一步。来，黄金60秒。我觉得你要说爱不爱，我觉得我曾经爱过你，但是也许是你的太强势，还是你的欺骗。我觉得我现在不可能和你回到以前那样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和你分开，我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不想在以后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是一个人，我希望是你牵着我，真的，我特别希望咱们两个能一起回到我的家，让我爸爸妈妈祝福咱们，咱们可以一起走进教堂，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。彤彤，如果松开手，真诚的再去爱，也许不会真的失去。两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我不要，老公，你不要走，我不想让你走，你不要走，老公，我希望你能出来，我希望你今天咱们两个能一起回家，老公，我想念你了，跟我一起回去。彤彤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老公。妹妹来帮一下好吗？劝她站到那个位置。不要。他去这个转门不一定意味他离开哦。你一定要出来，一定，你出来，老公。如果还有爱，爱你的妹妹，爱你的家人，还爱着你自己，那你就一定不孤单。现在自己站到那个门里面，去等待别人的选择，也自己清醒地做自己的选择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去吧，谢谢你。来，请回。妹妹让她自己走，她的路一定要让她自己走。我求你原谅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去吧，好吗？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每个人对待幸福的理解应该是不一样的，对待爱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想有一个前提，大家一定理解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幸福一定建立在正常的基础上，爱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也碰到了相似的情况，你会作何选择？是分手还是继续？来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请表决。现场有67.39%的朋友说，这样的爱可能真的太施舍了，太祈求了。主人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如果爱情那是一场罪，
我们爱了就不要挽回。如果相爱是两个人的眼泪，从此我们不要再去疲惫。如果相爱的两个人我会改的，不要再看太谁，我会改的，我又不会欺骗你了。从此我们不要再去挽回。这是琪琪自己选择的路哈，选择了就坚定的走下去。我想我们有必要听一下琪琪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其实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挺爱妥协的。我希望妥协是你的包容，而不是你永远的人生态度。来吧，小弟弟小妹妹来。我们爱了就不要挽回。如果相爱是两个人的眼泪。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，感谢金立智能手机 eLife 系列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礼物啊！祝你快乐，祝你们幸福。两颗心相依偎，从此我们不要再去挽回，念了谁？